各位朋友，欢迎你来到1号真相台，让我带你穿越谎言的迷雾，抵达真相的彼岸啊！有粉丝呢给我交代了一个挖坟的活儿，古墓派的公知的鼻祖袁腾飞，他呢在这个 Twitter 上呢有很多的这种可以说是追随者吧，就是 Twitter 上的这些独轮运的反共的这些脑残精神病啊，经常把袁腾飞早年在当高中老师的时候的一些言论翻出来炒冷饭。有粉丝就看到了，给我发过来了，说浩哥，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呀？就是说袁腾飞说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好家伙，毛泽东动用了80万人为他扫雪，就为他登长城。而且呢，尼克松还说了一句话说是在中国当领导人是最幸福的。那么这个事儿我们看看当年的这个袁腾飞是怎么说的吧。人家外国人呢说咱们中国，有的时候说夸咱们中国，是吧？咱听不出来是夸咱们还是骂咱们。尼克松总统访华，第二天想上长城，结果呢天降大雪，这个公路完全被大雪封闭了。尼克松就很遗憾，在中国待不了几天，连长城都去不成，公路被大雪封闭了。周恩来说没问题，你准保能去。第二天连夜几十万人上街扫雪，把这个雪上去长城。尼克松感叹，当中国的领导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然后咱就说，你看外国人夸咱们，当中国的领导人是最幸福的事儿，那么就是说，当中国的人民是最痛苦的事儿，对吧？最痛苦，人家是吧？外国领导人肯定羡慕中国，因为中国人怎么样？没人权对吧？你老实，让干嘛干嘛，是吧？让干嘛干嘛。我小时候经常干这事儿，是吧？大冬天白衬衫、蓝裤子、红领巾，大冬天的，是吧？站在马路上。冻得嘚嘚瑟瑟，举一把塑料花，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心里骂那王八蛋来了，这是真的，经常干这事，欢迎欢迎。您冬天，我天里面穿上棉袄，穿上那个毛衣，那他也不管用，他外边不能穿大衣也不能戴手套，是吧？冻得都嘚瑟的。好，上那人民大会堂看那个舞蹈，舞蹈是吧？那个匈牙利什么，我记得我看过一次匈牙利的那个舞蹈，我的妈呀，4个小时全得这么坐着。一动不能动，有的小孩都尿裤子了，是吧？这4个小时一动不能动，是吧？你一动不能动，你在人民大会堂你也找不着厕所在哪儿，全一动不能动。然后老师领着鼓掌，是吧？领着鼓掌，然后他唱完一首歌，你还得喊再来一个，你喊再来一个，这帮就真再来一个，这气死人了，你说是吧？你不懂什么叫客气，你喊再来一个，这真再来一个。当年的课堂之上，痞子横行那位说他说的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如果是真的的话呢，对吧？那就说明人家这个袁腾飞没这个撒谎是吧？那批评的有道理那袁腾飞这个消息是哪儿来的？80万人扫雪我们看看吧。哎呀，这80万人扫雪呢，是当时呢在这个中国的网络上还真能查得到。那谁写的呢？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副台长，叫程鹤林。大家都知道凤凰卫视是出了不少的公知反贼包括现在在油管上做节目的那个什么杨锦麟，现在也是这个在跪舔这帮反贼的屁眼为生的当初的副台长他写了这么一篇文章，我们看看吧。流传甚广37任总统尼克松访华，80万北京人为他扫雪。你看这当时的照片也确实好吧。那位说，那看来这个事儿是真的了呀，那袁腾飞当初是没说错呀。好吧，那既然要这个查询当年的这个记录呢如今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呢都能查询。咱们为了公正起见咱不能用中国的 DeepSeek 来查。那当然有很多的反贼就出来说了，那你共产党这个给驯化过的，我们不信。那好，咱们就用袁腾飞的这个精神亲爹美国Grok 3怎么样
马斯克刚弄出来的，据说是排名世界第一的格鲁克3，咱们来查询一下这个事儿啊。我就问他，我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80万人为他扫雪是真的吗？这个格鲁克3说，关于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80万人为他扫雪的说法，确有一些中文网络文章或社交媒体中流传，但这个数字和具体的描述缺乏可靠的历史证据支持，因此很可能是夸张或者是谣传。历史上1972年的2月21号尼克松作为首位访华的这个美国总统抵达北京，当时正值冬季，北京确实下过雪。为了迎接这一重大的外交事件，中国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清理道路的积雪，确保访问的顺利进行。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和历史记录，北京市民和工作人员确实被动员起来清扫街道，但具体的人数没有官方数据提到80万这么庞大的规模。例如《人民日报》等当时的报道提到，北京市市民积极参加迎接活动，包括清扫街道，但没有提供具体的数字。尼克松本人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他抵达时看到北京的街道整洁，积雪被清理，但没有提及任何夸张的人数。80万这个数字很可能来源于后来的夸大叙述，或者是民间传言。以当时北京的总人口约750万，其中城区人口更少，和实际的动员能力来看，80万人同时扫雪的说法在逻辑上也难以站住脚。综合来看确实是扫雪了，但是80万人是未经证实的故事，而非历史的事实。我进一步的问，我说雪中登上长城，沿途扫雪了吗？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期间，确实在2月24号登上了长城，具体是北京附近的八达岭。关于沿途是否扫雪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官方记录明确提到雪中登长城或者是沿途扫雪的细节，但结合当时的情况和历史资料，可以做一些合理的推测。1972年的2月，北京正值冬季，长城所在的八达岭地区通常会有积雪。为了迎接尼克松这样的重要的外国领导人中方高度重视访问的每一个环节，包括安全和形象。根据当时的人民日报的这个报道，他登长时是天气寒冷但晴朗，照片中的长城的台阶和主要的区域显得干净整洁，没有明显的积雪覆盖，这表明长城沿途很可能是被清理过的，至少在尼克松经过的主要线路上，积雪被清扫，以确保安全和便利。具体扫雪这个行为，当时负责接待的中方人员和当地人员确实会被动员起来进行准备工作，是吧？那么这个八达岭作为旅游和外交参观的重要地点，清扫积雪是标准的维护措施，尤其是在如此高规格的访问中。不过呢，没有证据显示这是一场雪中登长城的戏剧性的场景，也不需要特别强调沿途扫雪的规模，因为天气条件和中方的准备工作已经足以让访问顺利进行。总的来说确实积雪被清理过，这只是常规准备的一部分，没有特别记载夸张的那么描述那么我进一步的就问了是登长城的这个行程细节啦行程他是这么说的最后呢，我问他，我说那个尼克松说当中国的领导人是最幸福的了吗？说经过查证，这是一个流传的谣言，并没有可靠的历史证据证明这个公开的会谈记录、尼克松的回忆录、当时的新闻报道里边都没有出现当中国的领导人是最幸福的这样的表述。这个谣言来源于网络上的夸张或者是误传这个尼克松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中国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友善，但并没有使用过当中国的领导人最幸福这样的字眼，这个说法是谣传，而并非历史的事实。好家伙，这袁腾飞的这个精神亲爹，这个大巴掌扇的这个古墓派的公知棺材板都摁不住了呀。人人持枪
他才不乱。像袁腾飞啊这样的古墓派的公知，当年在中国的课堂上，他可是历史老师啊，公然的传谣造谣啊，你就想见这个当年的中国的教育环境是多么的险恶了。幸亏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的这些公知都已被中国的爱国青年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